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非常期待与各位相见。今天介绍一个 Rooms 全节点新教程，我可以保证本期视频是最具有价值，也是全网最新最全的一个教程视频。请完整观看我本期的视频，过程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让你要重新再来一遍，所以请认真观看。在开始这个视频之前，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下什么是 Rooms。我整理了2篇文章来单独去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去部署这个节点，以及它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那首先我们开始一下第一篇。我们要先了解 Rooms 它这个也就是符文它是什么。过去1年当中 Web3 最大的趋势莫过于铭文生态的爆发。最初的起点便是大家都熟知的 Ordinals， 它是一种为 BTC 上每个葱给予唯一性序号的技术。核心创始人 Casey 的话，他在去年9月就提交了基础版的 Rooms 代码，但一直迟迟没有发布主网上线。那官方正版的 Rooms 的话，协议将在2024年4月20日，也就是后面几天正式官宣上线，且直接上线 BTC 的主网。因此，各路项目方、各类的人才都想要发现这个 Rooms 的资产，也就导致了我们必须要完成今天这个本期视频的提前部署。一旦它上线之后，我们马上进行这样一个挖取类似于铭文的这一个操作，就可以获取。如果你挖到了，你一定赚到。那么它可能会面临到区块链行业最难的挑战之一，但前提是它是没有在测试网的情况下直接直冲主网，我们一定要去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啊。那其中这是一个，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最近的 Rooms 协议相关项目当中，最具有话题性的应该就是我们推特当中一直刷到那个浮石，你有印象吗？就那颗黑色的浮石，在今年的3月9日，一个 3.97 MB 大小，迄今最大的 Ordinals 的铭文，也就是 Rooms Store， 它以8的 BTC 的价格成功拍卖。注意是8的 BTC 哦 ，BTC 的价格哦。那这样的话，在最初Linus 提出这一空投的构想的时候啊 ，Casey 的话也在推文下面评论，通过什么方式来减少该死的消耗啊？实际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 Casey 的一条推文啊，所以他正在开发 Rooms 协议下一项名为 Rooms Store 的功能实现，那属于是命名属性及创始人软支持的 buff 叠满了。它这个项目火出圈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挖掘了比特币区块链上的最大区块，那得益于这2个人的合作，也就是前面介绍以8 PTC 拍卖交易的 Rooms Store 在 Block 832947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史以来最大的比特币块，有史以来最大的比特币交易，以及有史以来最大的 Ordinals 的铭文。所有的拍卖获取的价格获取的资金的话，全部都用于支付空投的矿工费，也体现了 Rooms Store 项目方对于整个社区的承诺。那本身就本着公平加上那个空投加上 Rooms 的这个叙述特性啊，在2级市场的疯魔情绪中也可以看出来，同时不同于此前的所有铭文 ，Rooms Store 的话，它拥有中西方共社群的用户的共识，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不仅仅是我们国人在玩。像此前的 BRC20 铭文更多是华语区在玩，那这个 Rooms Store 的话，包括我们后续要打的 Rooms 铭文，一定不是我们国人，是全球性的东西，每个全球人都会投入的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部署。他这里也会说啊 ，Rooms Store 的话成为了东西方桥梁的角色，实在是令人瞩目。我们注意到了我们国人啊，这个东方啊，就是我们国人社区的努力和付出，尽管这个无所谓，我们就不做后续的拓展了。那包括这2篇文章，我都会分享在视频的简介区当中。感兴趣或者你不感兴趣，我还是强烈要求您去认真的看一下。同时 ，OKX 它也上线了这个 Rooms 的市场，目前还暂未开放，因为它的交易市场以及铸造功能都即将上线，在未来1到2周之内。我们刚刚有说过一个具体时间是在4月20日，应该有不少观众老爷应该听到过这个时间点啊，我们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作为铭文来说 ，Ordinals 来说就是这个来说，Atom 来说的话，第一个一定是最具价值、最需要去投入、最需要去打的一个。Ordinals 的 ORDI 或者是 Atom 的 AATOM
相信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应该不需要给大家过多介绍这2个热门的铭文市场。那足以证明 RONS 的话，如果我们在开放之后去打这种双引号的铭文啊，我们把它称为铭文，打铭文，一定能兼具到非常巨大的价值。如果你还未注册币安 OKX 交易所的话，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2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2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好了，价值提的太多，我们就直接开始这样的一个实战教学。那今天的话，我这台电脑是 macOS， 所以我只能演示到苹果系统的版本。那当然我会分享一篇关于 Windows 的操作实操，那其实结合一下，我大致看了一下，应该是大差不差的，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首先第一步的话，它是需要安装一下 Bitcoin 的 Coin 这个钱包。那因为我们 BTC 全节点的文件占用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它大概占用了，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那这里是 Blockchain 的这样一个网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BTC 的话，如果你想看的话，在这里 Home 的页面当中，它目前的 Blockchain 的这个 size 的话，已经达到了 564.36 GB， 所以需要你的电脑内存当中至少要超出这个数额很多很多。那我们小伙伴一般可能就比如说我这台电脑它只有512根，很显然不支持，所以我买了一个外置的硬盘。外置硬盘需要提前设置一下，我这个还是要再三说明啊。如果你是 Windows 的电脑的话，请我这边截一张图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硬件系统的文件，就是它的硬盘的系统文件系统啊，一定要是 NTFS， 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格式化变成这个形式。那如果你是 macOS 的这一个系统的话，那我告诉你怎么变啊。很简单，首先打开我们的启动台，然后在这个其他当中有一个磁盘的工具，工具当中这里有一个，那我们可以进行抹除，然后变成格式，这个格式变成这个格式，在这里就是可以直接进行这样一个更改完成之后就是 APFS。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我们在最终去部署这个节点的时候，只有这个格式是最具兼容性的，因为其他格式可能会出现错误。我就提前跟你打好招呼，万一你那个失败了，你就知道应该可能从什么地方失败上。那首先我们要在这个Bitcoin 的这个官方网站上下载相对应的版本。那我其实已经打开了，不少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我就已经提前打开了。目前的版本是在 26.1 啊，它这个推文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久了，之前的版本。这里一定要选择自己正确的。如果你是 macOS 的英特尔版本，那你请选择 X6 的64。如果你是 M1 以上的芯片，请选择 macOS 的 ARM64。一定不要选错，不然会造成打不开的情况下。本次的这样一个挖掘铭文或者部署节点吧，我就称为部署节点，它是不太基于电脑本身的配置的，你懂我意思吗？可能更多基于你网络环境的质量以及你电脑的综合算力，跟你的配置倒不是特别那个大概，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在我自己原有的那台电脑上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我们这边下载完成之后的话，请注意，在下载完成之后，它会放到这里啊。然后我们此次最好所有的下载环节或者是应用环节都在这个我们外接的硬盘当中进行这样一个体现啊。首先我们点开这样一个磁盘，然后这边会相对应的打开。首先打开这里，点到这里，然后这边会显示无法打开，因为可能无法检查是否包含了恶意的软件等等类似的，我们这边很好操作。Windows 的话我不太知道，但那个 macOS 的话就直接在这里，然后点有一个隐私和安全性，然后选择到允许就可以啊。人要打开，然后密码的话就是自己的开机的那个密码，不需要提示啊。然后打开，然后一定这里啊，请注意这里千万不要勾选。这里一定不要勾选到，明白吗？然后的话，我们使用自定义的
那其实就是要勾选到我们的这个 Bitcoin 的这样一个地方上，因为它的坚存实在是，因为它有590个 G 了，一定要选择这里啊，这里不要选错，你如果默认的话，你这个磁盘直接爆掉的啊。这里一定不要勾选，如果你不小心勾选了，你应该进入到那个页面当中也是可以进行操作的。那我先这边确认一下，然后它这里会有一个实时的同步性。那我们这边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首先点开这里的话，它有一个关于这个就是我键盘上这个地方。那首先的话，这里一定不要选，然后我们启用一下 RPC 的这个服务器。简单科普一下 RPC 这个服务器啊，很简单，就是说2台服务器 A 和 B， 一台应用部署在 A 的服务器上，想要调用 B 服务器上应用提供的函数或者是方法，但不在同一个内存空间内，所以不能直接调用。那么 RPC 的话就可以直接实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这里就是简单科普一下。他说需要重启客户端，没关系，我们确认完成之后的话，然后再把这个抹掉，懂吗？就是把它关掉，然后再重新开掉，重新开一下它。如果自己这个上面没有体现的话，那说明你要从这个里面打开了，就是我们硬盘当中进行这样参阅了啊。这个应该不用过多赘述，我们首先再继续点开，然后这边就是在这样，它是正在预同步区块头，大概会需要用时2天到3天，所以大家要有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在这里完成之后的话，它这里如果你真正完成，它这里会有个勾号，所以我本期视频的话先去部署，然后最终我把所有的这些区块全部弄完成之后，我再会出一期视频，告诉大家如何进行这样的操作。后续如果可以打明文了，也一定出视频或者是视频直播的形式，告诉大家如何进行这样打明文。不少人从30块可以直接干到上万，真的会这样。所以一定要看。那我们这边的完成之后的话，再继续点到这个我们刚刚的那个页面当中，也就是 performance， 然后打开这个配置文件。它这里我们点一下继续啊，然后这里的话要输入一段神奇的代码。这个代码当然我没有去理解它生成的含义了，我只知道要这样去输。这个代码的名称为是这一个，我们点拷贝一下，然后点击一下粘贴。然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划掉，然后点击一下确认，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否有体现啊。那在这里是有所体现的，对吧？那我们就点击一下确认。确认之后的话，需要再把这个关掉，然后再重新打开一下，这样就是部署了这样一个。那我们这边的话，回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它这里其实也有所体现啊。那么我这里应该就不说了，因为这边都会有。然后第2步就是安装 Ordino 这个协议了，因为我们第1步的话就已经完善了，只能等到它这个区块部署完成之后，也就是在这个所有的确认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才可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完成之后的话，我们点到相对应的 Ordino 的 GitHub 当中下载相对应的版本，那根据教程步骤来。同时这里的话也是需要去对应啊，如果是 X86 的话，那么就是英特尔的芯片，请注意不要下错，一定不要下错。PC 版的 Windows 或者是我们这个是那个1版本以上的那个 M1 芯片以上的，所以我们要下载第1个。注意啊，这个第1个下载完成之后，它只有 8.8 的这个 MB， 还是比较快的吧。那我们等待一下，耐心下载完成。那么下载完成之后的话，去把它解压出来，把这个文档解压出来。解压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找到这个相对应的 ORD 的这一个文件名啊，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肯定是打不开的。那这里的话很好解决。那首先以这个苹果系统来做说明的话，它就是在系统设置当中，然后把这个点击一下允许就可以了，一模一样的操作，一模一样的，人要打开，然后就可以。打开完成之后，它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页面当中，我们找到相对应的这样一个文件名，然后在这里都有所体现啊。我们把这个相对关联的页面先划去，因为挡住视野了。在此之后的话，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啊，它这个后续的教程啊，全部都是 Windows 系统的版本啊，
那如果你是那个 Windows 电脑的话，你可以直接参考这一步骤就可以了啊。上述步骤的话，其实无论是苹果或者是 Windows 都一样的。然后这边全都是这里，然后你一定要根据它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不要漏掉任何的这个文字说明啊。完成这边之后的话，它这里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创建一个新的那个关于 ORD 的这个钱包，我们只是创建这个新的钱包而已。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个助记词，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去把它那个复制或者是用各种方法记录下来。记录完成之后的话，这边就生成了这样一个自己的钱包，然后这边都会有具体的一个说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实际上就创建了一个收款地址，然后用于接收到我们挖取的这样一个，它这里是 BTC 啊，我们挖取的肯定不是 BTC，当然也有可能是 BTC。然后这边会有后续的这个，那以上就是 Windows 的这个具体教程，一定要去看。那助记词的话，它这里有所体现啊。那我们这边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是以 macOS 为主的，因为肯定是以我电脑为主，我没有那个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啊，有但是用不了。那我们开始一下那个 macOS 的这个实战教学吧。本期教程我们以创建完成自己的钱包为终结点，也就是终止点啊，因为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是不能去打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那个，它还没有上线的。你懂我意思吗？还没有上线的。我们之前打 AVA 铭文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曾用了 OKX 的其实就是第三方这个代打工具了，然后帮我们去打，我们只要输入这样一段代码就可以进行铭刻啊，或者是他所谓的铭刻，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直接打了，对吧？你还记得吗？那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因为目前这个代码都没出来呢，怎么打不了，我们只能部署到那个钱包那个为终结点。然后这边有第三方的平台 Unisite 的 Wallet 这样一个，它是宣布16日支持 RONS 的这个铸造测试啊。那么这边等等类似的，我们大概率会采取到 OKX 以及是 Unisite， 同时我们自己也会对接一下第三方的这种代打工具啊。后续如果这个叙事非常火的话，以及这个项目非常火的话，我们一定会出一期这样的视频，然后包括着如何去打的这样一个视频啊。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然后以及更新的一些内容。然后再去说一下那个，在开始教程之前啊，还是简单提一下关于这个全节点铸造 RONS 的这个符文啊，我们目前有几个建议啊。如果你是自己搭建，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代码能力的话和维护能力的话，你就可能暂时先不要考虑了。我们先把提前的基础设施部署下就好了，就是我们刚刚完成的一些步骤，我们就把底层建筑搭建一下就好了，然后可以用到第三方代打平台，这也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图示的这一些啊。到时候如果后续出来，我们都一定会体现在视频的那个反正视频当中。那我们这边就先划去啊，划到之后的话，我们开始一下那个后续的那个版本啊。我们是那个 macOS 的版本，然后这边不是我们刚下载完成了吗？那首先点开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我们下载那个页面，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板块当中，我把它放到这个文件夹当中，我们把它拉开，然后这边就是这样一个文件夹，然后找到这个 ORD 的这一个可执行的文件。很多小伙伴会我们先打开啊，打开之后它会出现这样一个，那我们大致看一下就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页面全部都划掉，关掉记得，然后终端的话这边也要关一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个操作啊，那这个操作要怎么进行啊？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那首先打开这里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显示出来这一行。我相信很多刚开始的时候它没有这一行的，就是没有路径啊。你要在显示当中把这个隐藏的路径栏打开，打开之后就会有这样的路径，然后我们选择到相对应的这一个，也就是我们刚下载这个文件，然后需要做什么呢？它是需要在这里点击到我们从终端中打开，那么打开之后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终端，我们需要去输入一个命令啊，命令的名称为./ORD 的空格，然后2个杠，然后 VERSION 是目测当前的版本的，那么目前是 0.18.1， 也就是我们刚刚下载的版本。紧接着输入一下./，然后是相对应的这个 wallet correct， 就是创建钱包，你会发现它会报错。
它会显示出这样的就这串字符。那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之前的这一个你还记得吗？我们点一下显示所有的窗口，然后点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块还没有确认完成啊，进度还没有达到100%。如果达到100%的话，你再去那个创建，它就会创建出相对应的钱包。包括在这里的话，有一个打开钱包，你也可以有我们刚刚创建的那个钱包，所以需要等待它耐心完成。那其实今天这期视频就已经到此为止了，就已经完结了。我们就已经其实把相对应的基础设施搭建的差不多了。同时你感兴趣的话，更推荐您在这个当中啊，去看一下相关后续的指令啊，包括在这里有相对应的指令，你也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有门槛哦，门槛其实不低的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同时你也去搜一下，但是鉴于它热度还是非常高的，包括有很多 UP 主啊，或者都是在去推到它的。那包括这个教程当中，它也有所体现啊。然后它这里是打那个等一下，我分享的哪一个是打明文的你不要搞错。我们这边今天的这个视频内容到那个创建钱包就已经终结了，除非我们这个完成了，完成的话就确实可以演示，但它现在完成不了，因为估计要等2到3天了，要很久。然后这样子完成之后的话就 OK 了，那就万事大吉了。然后基础设施已经打好了，所以就其实相对应的，那本期视频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啊。那如果你也有些许问题啊，你不太懂的，你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当中评论一下，那我肯定会把我知道的告诉你。那评论区你就评论一下好了，或者是你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群当中，然后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或者是你的理解，或者是你的疑问。这样都可以啊，然后我们都会耐心的去回答。好像最近那个我评论区好像回复的频率比较低啊，没有，是因为那个一般周日我就休息了，周日因为我休息的时候就确实不太想。好了，废话不多说了，那我会耐心，然后并且会快速的回复大家的评论的，有什么问题的话。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